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他一次封地，并90度深深一个鞠躬，这一下所有黑粉都彻底沉默了。颁奖台上灯光打下来的时候，倪萍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清晰的像玻璃碎裂。肖战，那一瞬间，全场近千名高校观众齐刷刷站了起来，掌声还没落下去。喊声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上来，肖战，肖战，声音大到他在台上顿了几秒，手指攥着奖杯有点发僵，嘴巴张了张，像是在等那个音浪自己退潮。90度弯腰的时候，他眼睛里有一条红色的线，别人没注意，台下拿手机录视频的人看到了，那个顶流过千万的流量。站在一个大学生投票投出来的奖面前，眼眶红得像个刚从工地上赶到现场的小伙子。这是2026年4月29日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颁奖典礼。肖战凭借电影《得闲紧致》里那个浑身油污、蜷在角落里用锉刀磨铁片的钱公莫德贤，拿下了这一晚最受瞩目的荣誉——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他成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上第一位90后影帝。微博热搜炸了，评论区高赞第一条写了2个字：服了。第二条，实至名归。跟往常有些不一样，每个故事都得从一个起点讲起。肖战的起点说起来有点好笑，不是电影学院，不是童星出身，甚至不是选秀那一套剧本里的追梦少年。1991年10月5日，他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父母夫妻和睦，家庭氛围温暖，家里没人搞艺术，更没人混娱乐圈。小时候的肖战是个典型的重庆男孩，调皮好动。有一回他在家闷得慌，下楼挨个敲邻居家的门，等里面有人应声了，他早就跑得不见人影，整栋楼的邻居没几家能幸免。父亲注重培养他的文化爱好，送他去学画画、书法、小提琴。那些年兴趣班上的学费没白花。大学他没想过去演戏，重庆工商大学设计系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以后他找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朝9晚5，画图修图，接单干活。他甚至跟同学合伙开过摄影工作室，帮人拍过婚纱照，日子过得稳稳当当。那会儿的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交代在设计室了，最多也就是哪一天设计稿多卖2个钱，哪一天甲方少提2句修改意见。2015年夏天，一通打到他大学老师那儿的电话改变了整条轨道的方向。浙江卫视《燃烧吧少年》的导演在找人，通过老师联系到了肖战。他接到消息的时候想了想，觉得可以去试试，反正也不亏什么。那是他24岁那年，在练习生里已经算高龄了，旁边17、18岁的少年们能翻跟头能劈叉，他连跳舞的节奏都抓不太准。但他身上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大学4年设计专业训练出来的那股较真劲儿。设计图只差1毫米，线条就不对。他带着这种把每一处细节都算到像素级的习惯，一头扎进了选秀训练的残酷流程里。燃烧吧少年结束后，他签约出道 X9 少年团，主唱兼门面。听起来光鲜，但事实是出道即雪藏。公司给不了什么资源，舞台上镜头也不多，接的戏是微乎其微的小配角。2016年他主演了校园网络剧《超星星学园》，那是他个人首部影视作品，播出后没有任何水花。接下来几年，他像块砖一样在各种剧组里被搬来搬去。演过什么样的小角色？给赵露思做过配，在《斗破苍穹》里列过兽，在《狼殿下》里打过大将军身边不入流的仗。那些年他身上有一套荒诞的逻辑经纪人给的剧本恨不得删掉。
每一个情感深度超过3秒钟的角色，就怕他从流量池子里滑出去。而他私底下把那几年被人拿掉的角色小传写在便利贴上，贴满了出租屋的整面墙壁。后来拍《梦中的那片海》时，编剧王之礼发现他手写的角色梳理笔记，A4 纸订在一起能剁成一本小书，差点以为他是从某所表演院校领来的作业。契机炸在2019年，《陈情令》播出，他演魏无羡，那个潇洒不羁又背负深重的少年。一夜之间，他的名字铺天盖地，10几亿的点播量，数不清的代言，全国的商场电子屏都在循环他的脸。那个2015年还坐在重庆设计师工作室里画海报的男孩，成了全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顶流。如果没有那场风波，也许一切都还是顺理成章的热闹。2020年的网络舆情像一场持续数月的台风，把肖战2个字反复曝晒、切割、重组。他演的戏还是那些戏，但这一次无数双眼睛盯的早就不只是戏里的表情。一个靠爱惜羽毛才走到顶流的年轻人，忽然间发现自己身上已经被舆论漩涡中的各种投射与撕裂裹缠得透不过气，代言掉的厉害，路人口碑跌进冰点，资本的撤退信号一个接一个亮起。有人说肖战完了，这4个字写在所有的快讯里，像一枚提前盖好的定论章，只等时间发酵。他没有回应，至少不在任何一句社交媒体上回应。所有的东西收进去，重新捋一遍。如果说那段日子对他有某种正面的影响，那就是从那天起，肖战对自己的定义不再是流量，不是巨星，甚至不是偶像。他给自己划了一条红线，不再接受人设类采访，大量减少曝光，把舞台还给角色。作品说话，这4个字说起来轻飘飘，做起来是把自己丢进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底层里，闷着头扑腾。早在《陈情令》爆红之前，肖战在片场就被人说过轴，拍一条过肩镜头，他已经走到取景框外快10步远了。突然停下来往回退，跟导演说这段情绪还不够冷。他不是不懂规矩，是太懂角色该怎么活。非科班出身，零基础入行，最初拍戏的时候他极度不自信，不知道怎么在镜头前自如地塑造一个角色，那段日子痛苦了很久。后来他在一场场破骨碎筋的磨练里，硬生生找到了一种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把自己变成角色，把角色的经历种进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花哨的技巧，没有精准计算过的情绪起落，有的是比科班演员多1倍的笨功夫。2023年他出演话剧《如梦之梦》，戏剧圈的老前辈嘴里很少谈流量，提起他时评价方向变了，年轻演员舍得把自己放进去。这7个字的含金量比什么热搜第1都重得多。画给谁看呢？也许是给自己看。2025年，肖战拍了《德贤景致》，导演孔生，编剧蓝小龙，正午阳光第1部院线电影。孔生是国剧圈天花板级的人物，琅琊榜父母爱情大江大河全是他的手笔。蓝小龙更不用说，一部士兵突击把多少年轻人的魂喊了回来。2人联手拍一部战争片，主演这块金字招牌落在肖战头上。德贤景致讲的是1940到1943年鄂西会战期间，南京沦陷后逃到宜昌深山小镇的一群普通百姓，在日军误入村子后展开殊死抗争的故事。主角莫德贤，一个钳工，战乱年代他只想苟活，躲在角落里磨铁做农具，修东西为生。大难临头，他本可以继续缩着，可工坊里从城里逃出来的孩子，邻居家被抓走的老人，一条条命逼他看着自己。他最后在自制土炮的铁剑上一笔一错刻下了2个字：谨致。莫德贤不是什么英雄，
乱世里只想得闲的凡人，最终选择了景致。这个名字里的反差和任性，正是蓝小龙剧本里最有辨识度的底色。肖战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第一时间说了一句话：剃头、减重、学钳工。他不是说说而已。进组前3个月，他住进了南京的老工坊，每天早起跟着老匠人学淬火，掌握锉刀的角度和力度。那些钳工术语，铁针、平口钳、角齿、簪子，从一个城市长大的重庆娃娃嘴里说出来，从结结巴巴到变成肌肉记忆。为了贴近角色因常年劳作而消瘦的体态，他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减重计划，每天吃多少主食，走多少路，跑多久步，他在纸上画下来，贴在床头3个月。拍摄前，他的颧骨线条已经锋利到化妆师第一眼看过去不敢下手，根本不需要高光衬托轮廓，那些瘦出来的棱角比任何人造光影都有力。最后他减掉了整整15斤。他在片场学南京方言，每天跟剧组里当地的群演聊天，录下他们的发音后，用手机反反复复的听，直到舌头卷出第3声该有的那个弧度。一场徒手爬铁丝网的戏，导演本来说可以护具，他觉得隔着护具感受不到铁丝扎进掌心的疼痛。2条拍下来，掌心没得血肉模糊，他在每一条刚刚喊卡的间隙里低下头看看自己的手，不说话，任由跟组的场务拿点浮棉签在伤口上擦。但下一镜导演一说开始，该抓、该握、该攀的时候，他照常扒上去，每一把都实实在在的把自己挂住。导演孔生把掌心那些真实的伤痕全部保留在镜头里，这些真实的伤痕比任何化妆都有力量。编剧蓝小龙在看片时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让角色变成了生理本能。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很多报道里，成了那一年对演员肖战最狠也最准的评价之一。2025年12月6日，德贤紧致上映。同档期碰上了谁？阿凡达3，一部制作成本4000万的中国抗战片，要跟好莱坞顶级 IP 的续集正面硬碰，搁谁那儿听起来都像一场赌博。数据出来那天，很多人沉默了一下。首周末票房 1.7 亿，上映1周票房破 2.4 亿，截至12月26日，票房突破 3.7 亿，观影人次超过1000万。影片3次实现工作日票房逆跌，所谓逆跌，就是正常工作日理应下滑的单日票房不降反升，靠的只能是口碑。猫眼数据显示，德贤紧致在贺岁档新片票房榜中位列第3，排在他前面的是《疯狂动物城2》和《阿凡达3》这2位神仙对手。2026年年初，猫眼发布全年财报，德贤紧致累计票房定格在 4.12 亿，连11次实现票房逆跌，成了贺岁档里名副其实的现象级黑马。最让人意外的是观众画像，走进电影院的观众里，超过60%不是肖战的粉丝，男性观众占 16%， 3、4线城市的票房贡献超过了40%。也就是说，撑起这4亿多票房的不是粉丝经济，不是圈层狂欢，而是一个又一个坐在暗下来的放映厅里，看见银幕上那个浑身油污的钳工在战火中慢慢站起来的陌生人。B 站上这部片子评分 9.5， 超过 13.9 万人给出了评价，成为站内头部爆款之一。这些数字堆出来的是一个事实，肖战不靠流量开路，他靠的是一座又一座影厅里亮灯之后传来的滚烫的掌声。2026年3月，肖战凭借《藏海传》中的谋士藏海，拿下了 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年度卓越品质之星，外界管他叫视帝。40多天后，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帝奖杯也交到了他手里。2个角色，一张脸，2种完全割裂的生命状态。
《沧海传》里他沉着内敛，台词漂亮干净，用细微的眼神变化和台词外延的留白，把一整个王朝的暗流托起。《德贤锦志》里他浑身是土，手指上全是伤，咬着牙在战壕里守住最后一口气。两幅面孔毫无重复。同一年级骑士地与影帝，他也成了90后演员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影视双帝。颁奖那晚的场景值得再说一遍。他从青岛片场飞回北京参加活动，到的不算早，但台下几百个大学生等的就是他。不知道从哪一排的座位开始，有人举起手机，屏幕亮起来，星星点点的光像鼓点一样传遍了整座礼堂。倪萍念出名字的时候，全场大学生的呼喊声盖过了音响。坐在前几排的导演孔生和编剧蓝小龙没有热泪盈眶，也没有鼓掌鼓到手肿，但从两个人缓慢转过头观察观众表情的角度，能看出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一晚的奖杯，而是全场年轻脸孔上那种集体性的、几乎本能的共鸣。这意味着4个月里银幕上那个莫德贤的一呼一吸，已经真正走到了学生群体心里。肖战站上去，说了很短的获奖感言。他在话筒前顿了1秒，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第一次参加大影节就能获得这个荣誉，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他感谢导演孔生和编剧蓝小龙赋予了角色生命力。最后转身对着台下的大学生嘉宾们说：“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恣意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没有鸡汤，没有催泪，没有即兴的升华，简简单单的一句祝你做自己。”台下有人发了条弹幕：“这哪是获奖感言，分明是同龄人之间的互相打气。”唯一让人注意到他情绪变化的时刻，是大学生的齐声呼喊。他站在舞台右侧，身体微微前倾听着那些名字堆积成的声浪。摄像机的镜头推进了一点点，能看到他的眼眶先是红了，然后立刻被他收了回去。声音稍微回落一些了，他才说话：“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说完获奖感言，他以一个近乎90度的深鞠躬作为谢幕，不是礼仪培训练出来的角度，不是经纪人交代过的弧度，是他自己从最底下往上挺起来的一个人的重量。散场后，有人在后台拍到了倪萍跟肖战简短聊天的片段，倪萍伸手拍他的手背，说了一句让圈内圈外都安静了很久的话：“他这次的表演让我这个老同志都为之震撼。”倪萍不是喜欢说场面话的人，她主持金鸡奖时曾是颁奖界最严厉的母亲，留下的名场面包括在台上当场揭黑、摔过奖杯，直言不讳，根本不看人脸色。她不需要夸任何人，但如果她开口了，那就是真的看见了可以夸的东西。倪萍说了一句更戳心的：“你演成这样，粉丝的多骄傲啊！”颁奖礼结束后，肖战没接受任何群访。北京喧闹的后半夜，霓虹灯照亮4月的街，手机屏幕亮了又灭，无数条新消息在微博、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被轮转。有人在豆瓣上回溯10年前的帖子，那会儿肖战刚出道。有人发帖问这个偶像能红多久，留言区最高赞写的是3年，不能再多了。10年过去了，他还站在那里。他做的选择，从设计师通道自愿走到镁光灯下，从顶流自愿割离偶像标签，从人设包裹自愿把自己塞进油污和烟尘中，磨成另一个人。他走的不是步步为营的聪明路。24岁大龄出道，已经比其他练习生晚了近10年。28岁一夜顶流，又一夜被推落。他没有趁着流量黄金期拼命接代言，没有频繁上综艺刷存在感，甚至主动砍掉了很多顶流本该独享的红利。他在节目里说过一段话，不多，
但足以拼出他底层的逻辑。生活处处会给表演带来启发，素材库是每天都在积攒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角色至少应该让人看到力量，有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给观众。这话没有任何修辞，听起来朴朴实实，但懂行的人听得出来，他说的力量和能量不是假大空的口号，是他真正从每一次把自己砸进角色的疼痛里提炼出来的东西。素材库不靠想象积攒，靠的是大学4年日复一日默设计稿的孤独，靠的是出租屋便利贴上的每一句人物小传，靠的是铸铁钳工在他的虎口上磨出的老茧。那些东西不是演技，是他把自己打碎了，调换了骨血，重塑成另一个人之后，从新身体里长出来的肌肉记忆。站在2026年颁奖台上的这个人，脚上还穿着那双拍摄时被泥浆浸透过的靴子吗？不会。但那双靴子走过的小镇黄土，爬过的铁丝网，踩过的废墟碎片，已经被他收纳进了某次采访不会再提的素材库里，安静地在暗格深处待命。颁奖礼结束那天晚上，有记者从大厅追着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问得很短，传出去的版本却不完整。但有一句话被现场有人听见了，他说的大意是：莫德贤这个角色让我明白平凡人关键时刻的勇气，比任何英雄壮举都动人。他不是莫德贤，他跟莫德贤之间隔了整整一个虚拟到现实的黑洞，但在那个黑洞里完成的重塑过程笨拙的、反复的、自讨苦吃的，一巴掌一巴掌扇回自己的，恰好是这10年里他走出的那条从质疑到影帝的弧线。故事到这个节点，有人非要问一个答案：肖战这10年走对了吗？也许答案不是对或者错，而是值不值得。把值不值得搁在天平上，一边是他24岁那年坐在重庆设计室里画图纸的安稳人生，不红不黑，不用在风波里被暴风吹到几近倾覆，能做自己喜欢的设计，爱合适的人，在某个傍晚沿着江边散很长的步。另一边是现在这样的10年，炙热的，带着疼痛的，被千百种目光从里到外解剖过的10年，被踩进泥里过，又从泥里站起来，满头满脸是灰。一抬头看到全场几千个年轻人齐声喊他的名字，天平往哪边倒，只有他自己知道。但在2026年4月29日的那个夜晚，在他90度弯腰的那一刻，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用角色打破了质疑，用作品凿穿了偏见。而这方圆几里能听到掌声，听到喊声，是这条路上走得最踏实的一步。那条从流量到影帝的路，走了10年，而他还在朝前走。